我们今天要聊聊的是红肉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级的可能致癌物。这个事情是2015年的，已经是10年以前的了。这个信息曾经被拿出来炒作过好几次，所以我觉得呢，有必要拿出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尤其是我们吃生酮饮食的人呢，我们红肉吃的比较多，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恐慌，到底我红肉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吃？我们用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提醒大家所有的科学知识它是会变的没有哪一个科学知识定下来了就永远不变的。现在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受到挑战了，所以大家不要咬死一样东西好像它永远都不会变，那也不是。但是无论如何，科学的精神要有。2015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底下的机构专门研究癌症的机构呢，他们确确实实是发表了这个著作，告诉大家红肉呢把它列为了2A 级的可能致癌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机构是谁。这个机构呢简称 IARC。IARC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International Agency of Research on Cancer。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评估全球癌症风险因素的，做致癌物的分类。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研究机构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很盲目的随便拿了一个研究报告来以后我们就随便做结论的。目前结果是这样的，这个机构他们主要的信息对象是谁？不是我们消费者。他们主要 IARC 的 monograph 致癌物专著，它本来是写给科学家、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看的，它不是一个消费者指南的。不要把这些人的本质弄错了。因为做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的时候，他们要制定各种不同的标准，那么他们需要有很多的科学指导，所以他们做的这个著作是给他们提供信息的。他的著作只是在做危害识别，所以 IARC 的报告的风格是非常学术的，强调的是证据等级，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做消费指南用的。但遗憾的就是有很多人拿了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就开始夸大这个东西的致癌的可能性，也许是为了博流量，也许是为了博眼球，不当的使用这个信息造成了很多人没有必要的误解我们来仔细看一看他这份报告里面对于红肉2A 级致癌物他究竟说了什么。在2A 级致癌物里面，他把它分类为可能致癌物，英文呢 2A 下面一级叫做 2B。 2A 呢中文翻译叫做可能致癌物， 2B 呢叫做或许致癌物，英文叫做 probably 就可能，或许呢叫做 possibly。我说实在话，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跟或许这区别似乎只是在一念之间一个是可能，一个是或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直接看它的含义是什么。2A 级致癌物的定义是说，第一，人体证据有限，不像1级。1级致癌物是有充分的人体证据才可以叫1级的，充分的人体证据确凿无疑，确认会致癌，就是1级的致癌物。2A 级叫做可能致癌物，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在人的身体里面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动物和机制学里面证据是充足的。所谓的动物就是在动物实验里面可以找到证据，机制学就是去用理论去推，是推得出来它的理论的这个证据是充分的，所以呢他说是可能致癌的。这个是他得出来的结论，列为2A 级。他当时那个报告里面的真实含义真实用法就在这里了。可是如果我们更深一点层次去了解他们背后这些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跟你们讲是非常有趣的。因为 IARC 当初在提供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每天额外摄入100克的红肉跟结肠癌、直肠癌的风险大约增加 17% 相关联。什么意思？ 17% 什么意思？所有在讲红肉为2A 级致癌物的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这 17% 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大家，要学习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基线。所谓的基线就是它的基础数据在哪里，增加 17% 是怎么比出来的。我告诉各位它怎么比出来的。100个人里面，就是这100个人，不管你吃不吃红肉，不管你吃不吃白肉，不管你抽不抽烟，不管你喝不喝酒，反正在100个人里面，平均大概会有得结肠癌跟直肠癌的人大约有5个，这个叫基线。不管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在这些人群里面，你给他每一天增加100克的红肉，它的风险会从5个变成6个，5个变成6个叫做增加了 17%。 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的基线和它的增加，所以原本的基线就是 5%， 跟红肉无关，把红肉的因素加进去了以后，它会从
5个变成6个，这还不能够证明这第6个是因为红肉的关系，因为这个人群里面它有高危的，有低危的，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啊。这个报告这个数据它根本就不是给我们普通人用的。如果我们普通消费者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你就开始说，那我以后不吃红肉，我只吃白肉好了，抽烟喝酒可以继续，可是呢红肉不能吃了，这个会严重误导我们的消费行为的。它的数据是提供给专业机构用的，从5个变成6个只能够说它的关联性在那里，还不能够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它的绝对风险是从5变成6，可是相对风险呢，5变成6不增加了1个吗？17%，这个17%是这么来的。各位同学，你们听完了以后自己做个判断哈。首先，这个报告本身就不是给我们做消费指南用的。然后呢，媒体把它拿来做了错误的解读以后，导致了我们很多人在这件事情当中发生了恐慌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2A 级致癌物里面还有什么？夜班工作，喝超过摄氏65度 C 的饮料，常年的喝，高温油炸食物是2A 级致癌物，这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东西。我再说一次，这是给专业学者们提供可能致癌的信息，可能致癌的证据。各位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喝什么喝什么，注意你的代谢健康，管理好你的慢性炎症，远离 Omega-6，远离精炼的植物油，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你做到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了，大概率的你离癌症越来越远的。